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哼哼，沈卓华，这等与人私通的下贱淫妇，沈大人只是叫你进猪笼，留你全尸以示恩赐。我没有私通外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死到临头了还想狡辩，沈卓华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沈月，沈月救我！我求求你，我真的没有私通外男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我求求你，让我见见我爹我娘！我求求你！你还有脸与我狡辩？沈卓华，你怕是还不知道吧？你沈府上下早就因为贪污一案被皇上下旨满门抄斩，如今你爹娘早就在黄泉路上等你。可能我爹是忠臣良将，他不会干出这种事的。忠臣良将又如何？你沈府满门抄斩的罪名，还是沈郎亲自做的证据，给你爹娘扣上。你说什么？如今沈郎靠举报沈家有功，成了镇国大将军，皇上还赐婚给我。沈玉，你怎可陷害侮辱我爹爹？你当初不过是我沈家的家奴，若不是我爹，你岂会是今日的沈将军？就连你的姓氏，也都是我沈家赐予你。恩将仇报。我不过是将这些年来在你身边受到的委屈全部还给你，这些都是你沈家欠我的。那孩子也是我欠你的命，当初哄骗我为你生下孩子，如今却要另娶他人。那孩子福薄，怨不得我。至于你呀，你与他人有染，又身犯花柳，现在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是个荒淫无道的娼妇？指不定那孩子还是你与哪个男人生下的野种，还妄想赖到我们沈郎头上。我没有，我从未私通过外男，这儿就是沈月的孩子。才狡辩！如今沈郎只是叫你进猪笼，留你全尸，你就该感恩戴德。既然你这么想你的孩子，那便马上送你下去陪那野种。沈玉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否真的爱过我？从未有过。沈卓华呀，沈卓华，你还真是蠢笨如猪。事到如今，你居然还能问出这种话。你猜，你那孩子为何会不治身亡，而你又为何会染上花柳病？说什么？是沈郎命郎中将你那孩子捂死，根本就不是什么不治身亡。至于你的病，则是沈郎让青龙染病花娘的肚兜骨库换你，这才使你染上花柳。啊，至于你那私会的情郎，也是沈郎安排潜入你的房间，为的就是今日让你进猪笼。沈郎说，他与你在一起的每一日，他都觉得无比恶心。还不动手？是。走。上。动
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顾大人，给我滚！远山，你怎么来了？春华，我原本以为你会过得幸福快乐，早知如此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拱手相让。春华，春华，坚持一下，大姨马上就来了。你坚持一下。来不及了，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值得，为了一个不爱我的男人失去一切，哭过了，冤家人。往事流转在你眼眸，一遍遗忘。春华，春华！双手，唯愿你能春华，若还有来世，我定不会叫你再受苦楚。唯愿你。这是在皇宫的大殿上，我这是重生了。沈玉、陆谨言，沈郎，这大殿的人太杂，箭靶又太小，我总是射偏。这是10年前沈玉在御前献艺，被皇上封为骁骑将军的那天。卓华，要不你去帮我举着箭靶？妍妍让你给她举箭靶，你是耳朵聋了没见识吗？我的剑啊，是娘不放，你醒醒啊！剑啊！沈玉，上辈子你和陆谨言对我百般凌辱，害我家破人亡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上辈子失去的一切，我通通拿回来。还敢瞪我？我看你是想造反你！沈郎，沈玉，我看想造反的人是你。卓华，你要是不想举箭靶，要是对我不满，你冲我来便好，为何对沈郎动手？妍妍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。卓华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敢打妍妍！她一个7品小官家的女儿，我打便打了，你能如何？你我是小官家的女子，可沈卓华，你莫不是忘了，沈郎可是沈家的少将军，是你的主子。主子，沈玉之前就是在你面前这么吹嘘自己，好讨你欢心。沈卓华，我说你今天是得了什么异症，竟然敢打我？原来又是嫉妒我和妍妍关系亲密。我嫉妒你们。沈卓华，你少口是心非了。你以为你换一个手段就能比得上妍妍？你就是个人见人嫌的泼妇。沈玉，你怕不是真忘了自己什么身份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用不用我提醒提醒你？身份？沈卓华，你少在这胡言乱语。你要是不想举着剑靶，你直说就是了，我又不会强迫你。可你今天居然敢动手打妍妍，现在立刻和妍妍道歉。道歉？我做错什么了？好，沈卓华，你非要这样是吧？别怪我以后再也不理你，就算你下跪和我道歉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刚才那2巴掌只是个开始，我有的是时间，陪你们慢慢玩。
沈卓华，你给我等着！龙胆枪，许久不见。沈兰，你看，前世我愚不可及，把此枪给沈玉，让他折辱于家奴之手。这一世我一定不会再犯。我要让龙胆枪在我手上绽放出传世名枪的光芒。住手！怎么，刚才那2巴掌还没挨够？沈卓华，你少得意了。方才沈郎已经告诉我，他是念在你爹曾救过他的命，他才不会给你计较。爷爷说的没错，沈卓华，你要是还敢再犯，休要怪我把你赶出皇宫大殿。你有这资格？真是长见识了！一个伺候主子拉屎撒尿的贱奴，竟然如此狂妄，毫无礼仪。就是，你个浑身酸臭的下贱东西！若不是少将军开恩，你根本就不配进入这皇宫大殿。你们是谁家的子弟，竟敢对我出言不逊？我乃是户部尚书梁家千金梁生生，清末则是礼部侍郎之女。论身份，你一个家奴该给我们下跪才是。几个世家女而已，竟敢让我给你们下跪！沈卓华，你别以为少将军给了你一个沈姓，你就是沈家人。赶紧滚！若是碰脏了这沈家的龙胆枪，你几条贱命都不够赔的。我沈家的东西，我想碰就碰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指点点？你个贱奴，真是不知好歹！这可是开国皇帝赐予抚远将军府的传世名枪，岂是你一个家奴能碰的？没错，这龙胆枪重于千斤，枪内有灵，只有沈家后人才能触碰，外人碰了只会被枪灵攻击，轻则受伤，重则丧命。你一个家奴自是碰不得这龙胆枪，可若是被你身上的臭气污了这龙胆枪，少将军定是不会轻饶了你。少将军，他现在算哪门子少将军？沈卓华，我刚才不搭理你，你还没发现我已经生气了吗？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才是家奴。你要是再这般无理取闹，以后我再也不会顾及我们之间的情分。可笑，你也配跟我谈情分？沈月真看得起自己啊！马上我就会让世人知道，到底谁才是沈府真正的少将军。哪位是抚远将军府的少将军呀？公公，这位便是沈家的少将军。还送上口谕，命抚远将军府少将军前往玉泉献艺，举龙胆枪。少将军，赶紧准备吧。多谢公公提点。圣上这是要让少将军在众人面前举龙胆枪，想必定是要重用少将军。沈卓华，待会儿少将军得了圣上赏赐，定会回来收拾你这贱奴。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。上一世，我助沈玉举起龙胆枪，使他名震京城，得皇上赏识，被封为骁骑将军。这一世没有我的帮助，我倒要看看你会是什么下场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来吧，谢皇上。抚远将军常年征战在外，听闻多年前离京之时，曾与夫人留下一位少将军，不知哪位是沈家的后人？在下沈玉，参见皇上。你就是沈家少将军，没想到你是这个年纪了。
也该到了为国效忠的时候了。你可愿意举起这龙胆枪，给大家舞上一段？启禀皇上，少将军武艺高强，定能舞出一番风采。只是这少将军的家奴刚刚竟妄图盗取龙胆枪，还污蔑少将军的身份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皇上可不能让他污了少将军的名声，还请皇上处置了这个家奴。龙胆枪本就是我家中之物，我何须要盗？倒是有人冒充沈家后人，实际上根本拿不起这枪。沈中华，方才的事情我已经原谅你了，有什么事情回府再说。这可是圣上的面前，别乱来。你既然想要这名头，就要为之付出代价。沈少爷，不，沈少将军。卓华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沈郎是抚远将军之府的少将军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沈卓华，在圣上面前你也敢胡言乱语，当心你的脑袋！你是何人？你可知欺君是死罪？臣女不敢欺瞒皇上，臣女沈卓华乃抚远将军沈自山之女，沈欲假冒身份欺瞒君上，按律当诛。沈卓华，皇上，臣未能管束好下人，是臣罪过，臣这就把他带走。走走。沈卓华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从来都不为我考虑一下。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现在这样是要毁了我吗？你现在马上给我闭嘴！今后我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。你现在知道怕了？你说他捏造身份，你可有证据？臣女不敢欺瞒皇上，龙胆枪内有枪铃，只认沈家人，请皇上命他拿起龙胆枪，孰真孰假，一验便知。虽说之前靠哄骗沈卓华，让沈老将军收我为义子，可我没有沈家血脉，这龙胆枪我恐怕碰都碰不到，别说拿起来了。沈卓华，你一个家奴竟反而去怀疑少将军的身份，真是胆大包天！既然是真的，又何必怕验？沈郎身份贵重，为何要给你一个家奴证明？够了！朕面前，岂容你们一言一语在此放肆？沈卓华，你状告沈玉冒认身份，如果他能把龙胆枪举起，就犯了欺君之罪，朕会让人碎尸万段。臣女明白，臣女所言句句属实，不敢欺瞒君上。如有半句谎言，臣女甘愿领罚。好大的口气，沈卓华，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！既然如此，沈玉，你就当着众人的面举起这龙胆枪，以证清白。如有冤情，朕会为你澄清；如有虚言，朕绝不放过。完了，要是在这暴露了身份，那就是欺君的死罪，让人头落地的。从前他只会舔着脸在我身边，如今怎会这般硬气？沈将军不敢吗？还是说根本就不是沈家少将军？沈郎，你快将那龙胆枪举起，让大家见识见识，好在圣上面前洗清污名，你将一些好事之徒治罪。沈公子，沈公子，请吧，别让圣上久等了。沈玉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，重头戏要开始了。太好了，龙胆枪竟然不排斥我！少将军竟真举不起那枪，莫非少将军真的不是沈家后人？可这是在皇上面前是要杀头的。大胆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君！
难道沈卓华才是沈家后人？不，我绝不允许！皇上，定是少将军今天身体不适，才发挥失常。请刚才少将军以将的枪举起，请皇上明察。是啊，皇上，少将军平日里武艺高强，定是这刁奴捣乱，才影响了少将军今日的状态呀！皇上，身体不适，不过是借口罢了。他沈玉根本就不是我沈家后人，又怎么举得起这认主的龙胆枪？沈卓华，少将军还未发话，轮不到你一个家奴在这里大发厥词的打压他。少将军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卓华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也不能平白污了沈郎的名声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他平日待你不好，怎么能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呢？够了，沈玉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这……皇上，既然沈卓华自认她是沈家小姐，请举起那龙胆枪之后再做定夺，我就不信你有能耐举起来。臣女愿意一试，以正沈家血脉，请皇上准许。我没有听错吧？一个卑贱的奴婢竟敢去举龙胆枪，真是痴心妄想！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？当真能举起？当真。朕允了。这下有救了。龙胆枪虽只传沈家后人，但要拿起也需要极高武力修为。沈卓华，你一介女流，怎么可能拿得起来？沈玉，我与你少女时的孽缘，在今日了断。少女时我所受凌辱，我要加倍奉还于你。这龙胆枪可是只有沈家后人才能举起来。沈卓华只是一个沈家家奴，他是怎么把龙胆枪举起来的？莫非沈卓华说的都是真的？他才是沈家少将军？不可能，他明明不会武功，怎么能拿得起龙胆枪呢？难道他一直在骗我？真能举起龙胆枪？沈老将军有如此之女，巾帼不染须眉，是我朝之幸，也是家门之幸啊！皇上谬赞，沈玉是假的，沈卓华才是真的少将军，这不可能！大胆沈玉，进入欺君，来人将他拿下！哎，皇上，臣冤枉，臣冤枉啊！这一切都是沈卓华的阴谋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我们是不知情的。卓华救我！我可是你未来的夫君，你一定要帮我证明，你一定要救我呀！你方才还冤枉我，自寻死路，怨不得旁人。皇上，臣冤枉啊！臣今日习武来受了内伤，所以才没能把这把枪给举起来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少将军他是冤枉的，都是这个贱奴从中作梗。沈玉，叫朕如何信你？事到如今还不死心，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你。皇上，既然他想试，那便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你要如何？快看，少将军把枪举起来了！真接住龙胆枪了！我真接住了，这下我看谁会再怀疑我。所以沈郎真的是沈家少将军？我就说少将军是不会撒谎的，他才是沈家少将军。沈卓华，这下看你怎么狡辩污蔑少将军的身份。刚才你分明是使了什么妖术，才把龙胆枪举起来的。就是，差点害少将军平白蒙受冤屈，请皇上处死这个妖女。对，请皇上处死这个妖女，处死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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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、2、1。
少将军，怎么被龙胆枪弹开了？这龙胆枪内有枪灵，能识别主人，非沈家后人无法举起。沈卓华确实是沈家后人，绝对没错。龙胆枪乃我沈家象征，妄想颠倒黑白者，终会自食恶果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沈卓华怎么会是沈家后人？沈玉，欺君之罪，罪无可赦，即刻打入天牢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皇上，臣冤枉！你们放开我！慢着，皇上，请将沈玉交由臣女处置。也罢，这终归是你沈家家事，就由你来处置吧。摆驾回宫。谢皇上。皇上起驾！恭送皇上。今日之事便到此为止。沈玉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沈玉，上一世你害我家破人亡，这一世我怎会轻易放过你？我定要叫你尝尝痛不欲生的滋味。沈郎，沈卓华，你让我颜面尽失，还害我险些丧命。今后不管你怎么跪下求我，我定不会再原谅你。所以沈卓华才是真正的沈家小姐。你胡说什么啊？他一个卑贱的奴婢，怎么会是沈家后人？你方才没看到吗？他分明就是使了什么妖术。那枪是赝品。原来沈卓华是拿赝品来冒充沈家后人。可是方才明明皇上也……够了！沈郎平日的吃穿用度哪是寻常人能匹及的？居然还敢怀疑他的身份！那枪上没有我沈家家纹，所以他之前肯定是用了什么妖法，所以才把那把枪给拿下来的。我就说我们冤枉了少将军。沈卓华一个粗鄙不堪的家奴，怎么会是沈家后人呢？沈卓华胆敢伪造御赐之物，欺瞒圣上，还行妖术。少将军一定要禀告皇上，断不能放过他。他们家世世代代都为我沈家家奴，儿时他曾救过我，我一再对他纵容，差点让他害了我。我就说沈卓华怎么不敢处置少将军，原来是奴性未改，果然是一个刻在骨子里的卑贱。少将军，你太纵容他了，这等刁奴，你不能再纵容他了。等我回去之后，我定要你跪着求我原谅。我终于回来了。一别数年，眼前这番景象仍然与当初一样。张嬷嬷，大谢谢饶您，老奴该死，冲撞了您。没事的，嬷嬷，你快起来。上一世，我被沈玉娇惯苛待府中下人，以至于人人怕我、憎我，甚至为了沈玉，将好心劝我的张嬷嬷赶出府，以至于她流离失所，惨死在外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让这事再发生。少爷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少爷，张嬷嬷，从此我沈府再没有少爷。小姐，你终于清醒了。是老奴多嘴了。没事的，嬷嬷。从前是我遭人蒙蔽，如今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。对了，小姐，顾公子一直在等您回来呢，如今在后院。顾隐山是上一世我父亲为我安排的婚约对象，那是因为沈玉，我辜负了他一片心意，对他的真心置之不理。隐山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甚至在我与沈玉成亲之时，他仍有意带我远走高飞，而我却拒绝了他。如今这一世，我定不会重蹈覆辙。隐山，卓华，别来无恙。上一世我拒婚过后，听闻隐山便终身不娶。如今这一世，一切都为时不晚。隐山，你今日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卓华，我知道你与沈玉私定终身，我不该再来找你。
如今我只想问你一句，我俩之间，你是否还愿意？如果可以，请你尽快向我父亲提亲。周华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说的可当真？尹山，你的建议超群，你可否愿意日后每日教导我？你不是有沈玉教你吗？我与他之间已不再有任何牵扯，我与他的婚约亦不作数。真的？那如今你可否愿意教我？我自是愿意的。百转千多年，你陪我默念，来生可否能再见？一路有深渊，几言送离别，愿此情不言，愿此情。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沈淑华，你疯了！你是要杀了我吗？我倒是想杀你，只不过并非此时罢了。沈淑华，你最好马上跟我解释清楚，这个男的到底是谁？他为何会出现在此？我的事你少管。另外，我忘记通知你了，从即日起，你便不再是沈府的人，你已经被我逐出府了。沈卓华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竟然要为了这个男的将我逐出府？是，倒也不全是。总之，你沈玉与我沈府已再无任何关系。立即卷铺盖，赶紧滚！周华，你没伤到吧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故意找了个面手来气我，对吧？沈卓华，你这招不管用。沈玉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盲目自信？我告诉你，沈卓华，你今日害我颜面尽失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就算下跪和我道歉，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。沈玉，你少用你那龌龊的想法踩到他人。尹山，今日你先行离开。好，一个人当心。你们不把话说清楚，谁都不许走。怎么会这样？莫非这沈卓华竟真会武功？他从前都是骗我的。尹山，今日你先行离开，这里由我处理便好。周华，你一个人，我……尹山，明日再来教我，我等你。好。你这个孽手，不把话说清楚，不许走！沈如华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还好这一口，竟然养面手。为了让我原谅你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你现在和青楼的娼妓有什么区别？你疯了！你竟然还敢打我！打你便打你，还需要挑日子吗？你满口污言秽语，我打你都是轻的。沈如华，我不过是让陆景言和我关系走得近了些，你就如此煽动，让我颜面尽失，还害我险些丢了性命。你今日如果不下跪求我，我是不会原谅你。你不说我倒是忘了，你在为谎称你是主，我是仆，颠倒是非黑白。今日我惩罚你都是小惩大戒，好让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莫要再做一些逾越身份的事情。沈文华，你一个只会贪图享乐的败类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纵使你有将门千金的身份又如何？你不过是一个蛮横霸道的废柴罢了，也就只有我能容忍你。既如此，那日后便不委屈你。来人！沈如华，你想做什么？自是成全你，将你赶出沈府。你敢？今日我便要让你知道，这将军府还轮不到你做主，将他给我轰出门。从即日起，沈府再无沈玉此人，他亦不再是我沈家人。我乃沈老将军义子，沈家少爷，谁敢动我？沈家从来只有小姐，何来的少爷？沈卓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
今日若是要将我赶出府，我此生定不会再原谅你。沈玉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沈卓华不需要你的怜悯。你不是想要学骑射、学剑术，这些我都可以教你。上一世，沈玉为了将我圈养起来，夺得少将军之位，不允许我学习任何骑射剑术，只让我学习针织女红刺绣。殊不知，那都是我从小便识的，只是佯装不知罢了。沈玉，在你眼中，女子从来只得学习针织女红。有你在我身边起，我便觉得自己活得好不自在。而你，配不上我对你的好。一介女儿家，何必成日里执着于舞刀弄枪，如此行径鲁莽。我沈玉不需要你这样的妻子，你应该多学习妍妍那般，精通琴棋书画，针织女红，日后定能安夫教子。我的人生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卓华，满京城的男子哪个能看得上你？也就只有我不计较，愿意容忍你。难不成你还真想与那谄媚的面首度日啊？既如此，那我便换个人，你立即滚出沈府。不行，如果我真的被他赶出府，失去沈家的身份，一定会造成耻笑，绝对不可以。我有将军令牌，谁敢动我？见此令牌，如见沈老将军本人，我看整个沈家谁敢不从？沈少爷饶命！饶命啊！沈少爷饶命！饶命啊！我都忘了还有令牌这事。上一世我为了讨好他，不听劝阻，执意要父亲将令牌交给他，才让他在府中横行罢了。如今我手持将军令牌，整个将军府的人都得听我的话。我的话便是沈老将军之令。沈卓华，我看你还怎么赶我走？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你也就这点本事吧。随便你怎么说，但是我今日要警告你，要是日后再让我发现你与方才的面首走在一起，休怪我无情，我定将他军法处置，五马分尸。沈玉，你如此不要脸，赶你都赶不走，那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你一个家奴该有的姿态。这教场里竟连营帐都如此奢华，这竟是少将军平日练习骑射的地方吗？你有所不知，这榆林教场可是皇家重地，非皇亲贵胄不得入内。若不是少将军家是开国功臣，我们可没法沾光跟着进来。少将军果真厉害，竟连皇家重地都能练习骑射，想必将来前途定然不可限量。那可不，沈郎可是沈老将军的接班人，沈老将军统帅千军万马，仅凭一支军队便可敌一国。沈郎，你可说过要教我骑射，还要带我见识那穿云功嘛？穿云宫可是圣上赐予沈家的穿云宫，那宫身听说奢华无比，是千年黄金木打造，可谓是有价无市啊！少将军竟还能得到此物，可见沈老将军真是器重我们少将军。妍妍，不急，那弓箭我现在就带你去学。这不是卓华妹妹吗？她怎么在这儿啊？沈卓华，他怎么会在此？他手上拿的可是穿云弓，难不成又想坏我的好事？我不是让你待在府里不准出来吗？沈将军好大的口气，什么时候我的行动也要受你的限制？哟，这不是少将军家奴的女儿沈卓华吗？就你也配来这榆林校长？莫非是为了先前的事儿来找少将军道歉的吧？你说我是沈玉家奴的女儿？你不是家奴的女儿，难道你还是沈老将军的女儿不成？沈卓华，少将军可都告诉我们了，你只不过是他家奴的女儿。你父亲因救了他性命，所以才对你一再容忍。你如今越发放肆了，现在可断不能容你。你笑什么？沈卓华，你疯了！沈卓华，赶紧滚出去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这榆林教场可是皇家重地，你个家奴的女儿也配进来？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之所以能进这榆林教场，全赖你们口中我这个所谓家奴的女儿。我看你是病得不轻，还在这里招摇撞骗。你一个家奴的女儿，痴心妄想当主人，你这种人我可见多了。当心我现在立即叫人牙子
将你卖进青楼。榆林教场乃皇家重地，若不是倚仗我，他沈玉岂能进来？哼，你这桩世家小姐的戏还没演够啊！少将军乃是朝廷众将之子，就连皇子见到了都要礼让3分。莫说这榆林教场，就是到了那大内皇宫去，也没有人敢拦着。朝廷众将之子，可笑至极。他沈玉不过是……够了！皇家重地，岂容你们放肆？当心你们满门性命！少将军，我这可是在为你说话。是啊，沈郎，你莫要动怒，生生不过是为你不平罢了。沈玉，你到处跟别人说我是你家奴的女儿，我需要你给我个解释，我们之间到底谁主谁仆？沈春华，你够了！非要把所有事情都搞得那么难看吗？啊！沈玉，你已经不是我沈家人了，我已下令将你逐出沈府。同理，你也不可以再用我沈家的身份招摇撞骗，留在这榆林教场。沈卓华，你演够了没？你只是一个家奴，认清自己的身份。少将军宅心仁厚，才不跟你计较这些。你要是我的家奴，你现在已经被卖进青楼了。那沈卓华手中的可是穿云弓？穿云弓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穿云弓怎么会在沈卓华的手里啊？我并没有看错，穿云弓是圣上所赐，我曾有幸随家父看过宝物一次，绝没有错。沈家的宝物怎么会在沈卓华手中？莫非他说的都是真的？胡说！我看他刚刚偷偷摸摸的躲在屏风后面，这穿云弓定是他刚刚偷的。沈卓华，你一个家奴好大的狗胆，竟敢偷主家的东西！沈郎，这沈卓华简直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偷你的东西，这次定不能再饶了他了。哼，好一群忠心的狗腿子，白的也能让他们说成黑的。如此顽劣，那便让他们一同与沈玉滚出去。来人！少将军，快看，那人称沈少爷为少将军，定是这教场守将，来得可正好，快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刁奴给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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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将军，这还不动手！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刁奴抓起来！将他们全都抓起来吧！是，少将军，带走。这教场守将竟然听命于沈卓华，我该不会是幻听了吧？刚刚那守将叫他少将军。沈卓华，你赶紧把我放开！你要是得罪了我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沈玉，你既有天大的本事，就叫人给你松开啊！沈卓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把我从这赶出去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。沈少将军，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不需要你的原谅。你既已不是沈府的人，就没有资格待在沈府的地方。你若是想爱当你的沈少爷，你到外面尽管当去，将他们统统轰出去！带走！放开我！沈郎，你快想办法呀！沈郎，放开，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沈玉，沈少爷，这就受不了了，这才哪到哪，后面有你好受。榆林教场，皇家圣地，你们下次再敢擅自闯入，休怪刀剑荒废。想不到我们真让那沈卓华给赶出来了。那些守将应该认识沈少将军才对。难道他真的不是沈老将军的儿子？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莫非沈卓华才是沈家千金？不会的，沈少将军怎么会骗我们呢？难道他们说的都是对的？沈玉一直都在骗我，沈卓华那贱人才是沈家千金。不行，绝对不可以在这里让人拆穿我的身份。你们这群装腔作势的蝼蚁，还不快滚！惊扰了我的贵人，你们有10条命都赔不起。你竟敢对我如此无礼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狗奴才！
当心我要了你的命！蝼蚁之辈，不足挂齿。既然你不知死活的话，那就去阎王殿见阎王吧。这是沈老将军的令牌，见此令牌如见沈老将军，我看谁敢动我！莫想该死，竟如此有眼不识泰山。那是沈老将军的令牌，听说这块令牌可以号令千军万马，全营守将都要听令行事。若沈少将军不是沈老将军之子，那令牌又如何能轻易给他？我们刚刚竟然怀疑少将军的身份，我们真是疯了！少将军，我们刚刚竟然怀疑你，我们属实罪该万死，还请少将军受我等一拜。请受我们一拜。起来吧。他沈卓华污我名声，使我含冤受辱。要不是我有家父的令牌，恐怕早就被你们送到街上游街示众了。少将军，都怪那沈卓华敢欺辱你，我们就该将他抓起来，处以极刑。我自然是不会与他一般计较，带我回到府中，将他赶出府即可。想不到沈老将军竟然如此器重少将军，竟将令牌托付于少将军。老将军奉命镇守边疆，京城的军队一直由少将军代为操练。沈郎曾经便带我见过那个龙武军军营。龙武军，那可是少上最器重的军队，由沈老将军亲自统帅。听闻那支军队马上就要出征漠北，传闻沈老将军镇守边疆之后，有一位年轻有为的少将军替沈老将军操练士兵，难道那人就是沈少将军了？正是。少将军真是太厉害了，真不愧是沈老将军之子，真想亲眼目睹少将军征战沙场的风范。只可惜那军营要塞不是我们能去的。那有什么难的？沈郎一有意，择日便带我们进那龙武军军营，一走为快。真的太好了，能让我们亲眼目睹龙武军的风采，沈少将军真是太厉害了。沈郎，带大家去龙武军一睹风采，想必此事并不难吧？那是自然，区区龙武军而已，你们想看，我带你们看就是了。少将军，好样的！少将军，好样的！少将军，好样的！上一世，我曾苦求父亲将龙武军军权交给沈玉，使得他漠北一战大捷，被圣上青睐，从此扶摇直上。如今这一世，我将父亲请回，定不会再如他所愿。叶莎，卓华，我来晚了。不晚，一切都不迟。这一世，我定要抓住眼前深爱我之人，绝不负他。射箭有余，少公要够快，弦要拉得够狠。沈卓华，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不准带着这个面烧了？箭要射得够狠。沈卓华，你疯了！你要杀了我吗你？沈玉，你再多说一句，下次射中的可就不是这里了。沈卓华，你够了！你不必3番5次找这个面首来羞辱我，想要惹我生气，引起我的注意，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段没有用。别自作多情，我不是已经让将领把你拖出去了吗？如今沈老将军正在边疆镇守，见此令牌如见沈老将军本人，谁敢逼我？我差点忘了还有令牌这回事。不过沈玉，你也得意不了太久。沈卓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谋划什么东西。想要讨好我，用不着这么麻烦。待我日后功成名就，自然不会忘了你，定会娶你为妻。你要娶我？你要不要脸？赶紧滚！按照上一世的逻辑，这蠢货怕是已经知道军营的事情，他该不会以为这次真能让他渔翁得利吧？哼，没门！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让你想走都走不了。好，沈卓华，你给我等着！
周华，你对沈玉是否还有情谊？没关系，你对他要是还有感情的话，我们的约定可以作废，我愿意退出，成全。成全什么？成全你，尹山，我已经对他没有任何情谊，你可信我？我信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那你下次可不许这么问我了。待沈伯父回京，我便上门向你提亲。对了，尹山，你明日可否陪我去一趟龙武军军营？那不是沈伯父的军营吗？去那里做甚？你明日去了便知。我让你看一场好戏。哟，今日这风把谁给吹来了？少将军可没邀请你。沈卓华，你怎么有脸过来呀？你可知擅闯军营可是死罪？站住！听说你已经被少将军赶出府，该不会是后悔了？今天上赶着过来求少将军原谅吧？我没你这么无聊，整日跟只狗一样屁颠屁颠跟在别人后面。找死！住手！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少将军，但沈卓华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行凶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卓华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要这般舞刀弄枪的，哪还像个女子啊？陆小姐，你本是带刺经济可独立于世，非要做那攀附男人的菟丝花，我可跟你不一样。沈郎，你看他越发目中无人了。妍妍是大家闺秀，哪像你一样，连半分女子的样子都没有。少将军，少跟他废话，他3番2次挑衅你，如今还擅闯军营，依规就该将他以军法处置，处以极刑。就算我有擅闯军营之罪，他沈玉凭何处置我？少将军手中有沈老将军令牌，见令牌如见老将军，整个龙武军都听他调遣。就算他现在将你就地正法，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。拿着我父亲的令牌招摇撞骗，就凭你也配统领龙武军？难道不是沈卓华向老将军求了恩赐，让我来龙武军点兵？卓华，你虽为家奴，可沈郎他一直待你如亲人一般，只要你肯跪地认错，沈郎他定不会再为难你的。卓华，哎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只是想好心劝你几句，你又何必这般蛮不讲理呢？沈卓华，妍妍只是好心为你劝说，你竟敢动手打人！少将军，快将他军法处置！妍妍如此对你好言相劝，你却不知恩图报。沈卓华，我已经对你忍无可忍了。来人！沈卓华擅闯军营，此杖刑100，以儆效尤。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周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尹山，你可算来了。这人是谁？竟敢来坏我们少将军好事！此人看着气度不凡，竟比沈郎还高了一等。他与沈卓华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吗？竟还敢与这面首相见！你当真就如此下贱，要作践自己？放开他！一个虚与委蛇的面首也配和我说话？滚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当初我受人欺辱的时候，你沈玉去哪儿了？如今却要在我面前逞英雄，简直是可笑。你竟然会武功？我会的东西多了是。当初我只是被你蒙蔽了双眼，为了满足你那可笑的虚荣心才隐藏自己。如今我也不必再藏。沈卓华，你竟敢为了这个面首欺我，你就不怕我把他五马分尸吗？还以为是哪家的贵公子，原来竟是沈卓华自己养的面首。少将军，沈卓华生性浪荡，豢养面首，依我看，不如今日就将他2人一同处置了。沈卓华，如今我已经有了沈家令牌，你若是识相的话，便赶紧远离这个面首，并和我道歉，我便可以既往不咎。就你也配？
你竟对我如此无情，那便莫怪我无义。来人，将他们给我拿下！末将听令。沈玉，你冒领沈家身份，招摇撞骗，莫非真以为这天下没人治得了你？今日我便让你看看这龙武军的将领究竟该听谁的。是吗？是。太子，今日闻听有人来点兵，未曾想到是太子殿下，而且太子似乎不想声张。宋将军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末将救驾来迟，请大人恕罪。我没有看错吧？宋将军竟向那个面首下跪。我虽是父亲之女，但却从未见过父亲属下。可这宋将军似乎于远山认人。宋将军，我让你把他们给我拿下！见此军令，如今沈老将军，你耳朵是聋了吗？恕在下不能从命。这位大人的身份是你能得罪的吗？纵使你有沈老将军的令牌，也不管用。你说我得罪不起一个面首，简直可笑！我可是奉沈老将军之命前来点兵，你要是不服从命令，可是违抗军令。在下是接到沈老将军的命令，有人前来点兵，可那人不是你，而是这位大人。你说什么？在下顾隐山奉老将军之命前来点兵。这一事我只是飞鸽传书给父亲，让他撤回命令，未曾想父亲竟然隐山来点兵。那面首既是沈老将军派来的，那少将军又是？一派胡言！沈老将军怎么可能让一个外人来统领龙武军？我可是沈家少爷。末将从未听说沈家有位少爷，末将跟随将军多年，只知将军有一女，从未听说有一子。他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他说沈老将军没有儿子，那少将军是……所以说，少将军一直都是骗我们的。难道沈玉骗我？他根本就不是沈将军的儿子，他沈传华才是。楚华，你快跟他们解释清楚，你要帮我。沈少爷，你要我怎么帮你啊？擅闯军营，私自盗取将军令牌，这一桩桩都是叛军的死罪，按律例处以5马分尸之刑。楚华，救我！救我！既如此，那你就当众向大家承认，自己并非沈家少爷，只不过是一个家奴之子。怎么，你不敢吗？还是说你舍不得？你不愿意？你舍不得沈家带给你的荣华富贵，也不愿将自己亲手打造的少年将军人设一朝坍塌？楚华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你真要毁了我不成？沈少将军言重了，我只不过是让你交还出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手里的令牌，你身上的一切，你一切所得都是沈家赐予你的。今日我就要让你将这所有悉数奉还。不，楚华，不可以这样！我要是一旦承认了，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到时候全京城的人都会看不起我的。楚华，你既不愿，那便由我来替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将军竟然对沈卓华如此的低声下气。沈卓华，你别欺人太甚！少将军先前对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步步退让，你反而不念及旧情，步步紧逼，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！我步步紧逼，你又可知是他沈玉厚颜无耻，欺我沈家满门，如今还妄图占用我沈家身份，以此行不轨之事。卓华，你口说无凭，莫要信口雌黄。我信口雌黄？沈玉，看来如今他们还对你忠心耿耿啊。沈卓华，你莫要再胡言乱语说疯话了你！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回府再说。回府？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宋将军，末将在。此人犯下如此滔天罪行，擅闯军营，盗用将军令牌，即刻将此人拖下去，军法处置。沈卓华，你还在演什么大小姐的戏？先前拿赝品糊弄我，如今还连同这面首演这么一出戏，我看这什么宋将军
也是你找人冒名顶替来演戏的吧？是啊，沈卓华，你最擅长的就是这蛊惑人心之术了。想来，这都是你找来的戏班子过来演戏的，还妄图治罪于我们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宋将军，见他们如此不知悔改，也无需跟他客气了，将他们悉数拿下。末将领旨，众将士听令，将他们一同拿下。是。沈郎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他们如此胆大包天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沈周华，没想到你如此无情无义，竟将我置于如此境地。我沈玉发誓，今后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那个面首，我定要将我们碎尸万段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士兵倒也不像是演的，难道都是真的？你休要胡说！沈卓华，你冒充将领，假传军令，你就不怕死罪吗？罪？可惜，假传军令者并非我们，而是另有其人。沈玉，你若按照我方才所言去做，今日我便可放过你。沈郎，你不是沈老将军之子吗？你快让人将这群叛贼拿下呀！沈周华，你想让我当众承认自己是家奴之子？你休想！沈周华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娶你过门吗？至于这么费尽心思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沈卓华，你就是嫉妒妍妍，我不就是和妍妍走得近了些吗？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？还找这么多人陪你演戏？沈玉，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对你已经不感兴趣了。你与陆谨言如何，与我毫无干系。我倒希望你们两个人锁死，凑一对亡命鸳鸯。你别跟他们废话了，赶紧给我拿下！沈玉啊，沈玉，既然你不肯亲自承认，我就逼到你亲自承认为止。等到军棍打下去，我看你还嘴不嘴硬。敏山，我看不如就赐他们一人30下军棍，如何？你缺什么便是什么，我听你的。那还望宋老将军可千万别手下留情啊！末将绝不手下留情。来人，拿过军棍。是。这军棍要打30下。沈卓华，你好大胆，竟敢对我们动用私刑！我们好歹是京城的世子贵女，岂能容你如此肆意轻贱？没事儿，30下军棍下去死不了，顶多算得上半身残疾。你说是吧，沈少将军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呢？沈玉，你与陆谨言上一世加之于我的痛苦，岂只是30军棍这么简单？还不动手？是。走。我不过是将这些年来在你身上受到的委屈全部还给你，这些都是你沈家欠我的。沈玉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肯在此说出实情，此事便可作罢。沈郎，沈卓华所言究竟何事？莫非沈玉真的不是沈老将军之子？好，我说，拿过来给我退下！命老夫将，还不退下！老将军，此人盗用沈家令牌，擅闯军营，属下正在整治此人。你就是沈玉，就是你差人把老夫喊到此。对，是我，宁副将。荒谬！此人是沈将军之子，你们也敢动他？卓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曾听闻，父亲身边曾经有一得力副将，姓宁，不过在我出生前就已退了役，想必便是此人。老将军，是否有认错？他怎么可能是沈将军之子？宋将军，难道你质疑老夫不成？
老夫在沈将军身边，虽时日不多，但好歹也被称得上一句老师。怎么，老夫说的话还有假吗？属下自是不敢。老将军，你方才说此人是沈将军之子，你又可有凭证？我知此人，这身铠甲岂是你能穿的？还不速速退了！将军，你还未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又有何凭证能证明此人是沈将军之子？副流之辈，不在闺中好好玩弄丝线，跑来这抛头露面，你有何资格质问老夫？简直服你！这位老将军，我记你年事已高，请你放尊重一些。你这白面小生，也敢指责老夫，简直无礼！宋将军，还不将此二人速速拿下！怎么，我说的话都不作数了吗？老将军万万不可呀！此人身份贵重，乃是沈将军亲点前来点兵的将领啊！荒谬，简直荒谬！龙武军是我操纵兵，又岂是沈将军随意将兵权交给他人？况且少将军在此，沈将军又怎会将兵权交给他人，不交给自己的子嗣呢？我就说嘛，少将军怎么可能不是沈将军之子？差点就那些狡猾的奸佞小人给欺骗了去。幸得老将军相助，要不是沈郎定叫这些奸佞小人毁了名声，害了去。多谢宁府将，如今有宁府将为我证明身份，沈卓华，我看你还怎么拆穿我？宋将军，还不将这二人拿下！老将军，万万不可呀！恕南臣反了！你敢违抗军命，来人呐，将此人拖出去，杖责50军棍！老将军，三思啊！这话接下来该如何是好？母后曾经叮嘱过，切莫在外暴露身份。如今这情形，怕是不得不违抗母后的旨意了。尹山，你放心，由我来。这位老将军，你说沈玉是我父亲的儿子，你又有什么证据？你说你是沈将军，沈自山的女儿？正是。这什么情况？沈卓华，你还搁这装呢？你这演千金大小姐的戏还没演完啊？你这戏班子都快倒了，还搁这在演，你害不害臊啊？老将军，你莫要听他胡说，此女不过是少将军家中的奴仆，曾经救过老将军和少将军的性命，所以才被优待了些。可怎想他竟妄生出这夺权的心思，竟然想冒充老将军之女，胡作非为。原来如此，竟是装腔作势的娇奴，难怪老夫这么一言，连这红颜祸水都没有。老将军，您断断不能轻饶了他呀！沈卓华，你这回还不死定？老将军，你可尚未回答我的话。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沈玉是我爹沈子山的儿子？沈卓华，我看你是铁了心没皮没脸了是吧？宁老副将在沈将军身边多年，沈将军的儿子，老将军怎么会不知道？是啊，卓华，因为我们从前小打小闹也就罢了，在老将军面前怎敢胡言乱语？这可是要杀头的。沈卓华，今日我便让你在此人头落地！大胆贱婢刁奴，竟还敢狡辩，还在这儿胡言乱语！我胡言乱语，那么请老将军拿出证据，能证明沈玉是沈子山的儿子，而非在这里空口白话，胡编乱造。第一个小女子竟如此胆大无不无尊长。好，你要证据是吧？老夫给你。此乃老夫当年在战场危难之时，亲自托付给沈将军的玉佩。玉佩？这玉佩不是一直在父亲书房中的盒子里吗？为何会出现在此？而且玉佩只有1半。原来如此，他居然偷偷将父亲房中的玉佩盗了去。沈卓华啊，沈卓华，我便知你是这般的无情无义。幸好我留了后手，将偷走的玉佩另一半找人送去给宁府将，让他来证明我的身份。如今我看你还能奈我何？这是在战场上
老夫托付给沈将军的玉佩，后由沈将军一直随身携带。此玉佩有2块，其中1块在少将军身上戴着。怎么，你这个刁徒还敢质疑老夫不成？沈月，算你厉害，不过这事可没这么简单就让你逃了去。沈卓华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我看你这张巧舌如簧的嘴如何诡辩。卓华，既有玉佩为证，又有老将军佐证，我看你啊，还是莫要狡辩焚说，以如此行事鲁莽放荡，真是丢了我们女子的脸面。她一个家奴的女儿，要什么脸？整日幻想着自己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给你点颜色你就开染坊。你一条狗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？沈卓华，你找死！她一个家奴的女儿，要什么脸？整日幻想着自己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给你点颜色你就开染坊。你一条狗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？沈卓华，你找死！沈卓华，你个泼妇刁奴！沈卓华，你竟敢打伤手！你再敢废话，我连你一起打！从前我以为只是性子软弱，不善与人争吵，需要我来去保护。如今看来，还是从前我不够了解他。沈卓华，你竟敢打我的！你的狗乱叫！主人不会教养，我替你管教啊！沈卓华，你太放肆了！沈卓华，你太放肆了！叶老将军、少将军，你们定要替我做主啊！沈卓华这个泼妇刁奴，竟敢如此目中无人，在你们面前也敢这样造次，根本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。我看你还能说会道，看来是我下手还不够重，还得再给你来上几脚。够了，够了！沈玉，你既是少将军，你现在大可叫人将我绑了去，我看你敢不敢？放肆！你这刁奴如此放肆，沈将军体恤下人，却养了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就为非作歹，欺压如上。好，今日我就替沈将军好好教育教育你这个家奴。来人了，将这贼人给我拿下！没事，没事。老将军，此人阴险卑鄙，你定不能轻易放过他。我看谁敢动他！卓华，你先退后，这里交由我便是。景山，你放心，我无需你的保护，我与你并肩作战。沈玉，你若真敢，你现在大可叫人将我下狱，待我父亲凯旋归来，我看他会不会放过你。沈卓华，你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在此大放厥词？少将军，快将此泼妇刁奴以军法处置，定不能轻易饶了他。沈郎，看他把生生打成什么样啊！一定要为生生做主，定不能再饶了他。沈玉，你可想好了，我沈家能带给你荣华富贵，也能叫你从云顶上掉下来。若是我现在将沈卓华处置了，日后沈老将军要是回来，必定会问罪人。若现在不将他处置，我的身份岂不是又要败露？沈郎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此等刁奴，早该处置。少将军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老夫即刻差人将这2人拿下，以解你心头之恨。宁将军，卓华不懂礼数，让您见笑了。只是我认为，此等丑事，还是让我带回府中另行处置为好。我看此事不可，贤侄啊，此女蛮横欺上，今日若是不把她拿下，你少将军的颜面何在？将军府的颜面何在？宁将军，这龙虎群乃是我朝第一师龙虎军少将军，被家奴欺辱，这等丑事若是传出去，日后你当如何自理啊？是啊，沈郎，老将军所言极是。我知道你忠厚善良，可这家奴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辱你，你能忍，既然断不能再忍。众将士听令，即可将他们拿下，上车列执行。沈卓华，今日我便叫你尸骨无存，日后你
便再无可能跟我抢沈郎。我看谁敢动他！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男人都围着这沈卓华？我好不容易将沈郎从他身边抢过来，如今他死到临头了，还有男人保护他，还等干什么？快上啊！把这面首一同拿下！如今这沈卓华真要是让他们捉了起来处刑，那日后我定会遭到沈老将军的报复。如今也只能将计就计，只要拿下这龙武军的军权，我便是沈家的主人。龙武将士听令，将此2人拿下，若是有所反抗，就地正法。沈月，你上钩了！赵华，你速速退后，此番凶险。宁老将军，我再奉劝你一句，你虽受奸人所蒙蔽，但我念及你年事已高，又曾是我父亲的忠臣良将，你将人速速退下，交还兵权，否则我绝不放过。你这妖孽，妖言惑众，老夫又岂能受你蛊惑？宁副将，你一生忠贞报国，战功屡屡，你如今被蒙蔽双眼，帮着此等奸佞贼人把弄兵权，当真是老活了头，瞎了眼。小女，你竟敢斥责老夫！一个小女子，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行径，丢尽了女人的颜面。好，今日老夫就成全你，与这奸夫一同下地狱去吧。沈卓华，你死期到了。卓华，你对我如此无情无义，要对我赶尽杀绝，那就请莫怪我这少将军的身份，我便替你承下。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怎么可能？沈老将军明明还在漠北塞外，怎么回朝了？太好了，连沈老将军都回来了，这下看他如何作妖。爹爹回来了，这下好戏要上场了。参见沈将军。是。迷你陆景言是您儿子心仪之人。儿子，心仪之人，这怎么回事？末将参见沈将军。您呢？快请起。末将有罪，还请将军责罚。您呢？何罪之有？末将没有保护好少将军，以致少将军蒙受不该之冤，都是属下的过错。少将军，你说的可是华儿？我的华儿在哪儿？爹，这怎么回事？就是这2个贼人欺辱少将军，老夫即刻将2人拿下，处以极刑。说谁欺辱我的华儿？爹，华儿，乖女儿，这到底发生何事了？赵吉将为父换回朝，这都什么情况？夫妻莫急，待会儿女儿会仔细与你说明的。乖女儿，你可有伤了？不用放心。好，卓华安好。将军，这件事情我还未告知卓华，他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还望将军替我保守秘密。怎么感觉今日尹山如此奇怪？他与父亲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沈将军怎么叫沈卓华女儿？这什么情况呀？沈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该不成这沈将军是沈卓华他叫来的戏子？住嘴！少将军，沈将军，此女可是如你所言是您的千金？殷副将似乎还从未见过小女，今日可是你2人初次相见。卓华，还不上来见过林副将？林副将是爹爹曾经的得力干将，为爹爹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啊！卓华见过宁副将，卓华方才已与宁副将有过寒暄，爹爹放心。宁副将，卓华没有给爹爹丢人吧？是老夫愚钝，是老夫眼拙，错怪了小姐，还请小姐恕罪，请小姐责罚。责罚？卓华可不敢当，
当初宁副将可是信誓旦旦说我是家奴之女，是欺辱沈家少爷肆意妄为的乱臣贼子。宁副将现在可想清楚了？请小姐恕罪。小姐恕罪啊！老夫全然不知情，都是受贼人所蒙。贼人？贼人所在啊？便是他，就是他拿了老夫的狱费，老夫才是信以为真，实属不知情啊。沈玉潜入书房盗我家父玉佩，以此来蒙蔽宁副将，盗用我沈家身份在外招摇撞骗，抢夺龙武军军权，罪无可恕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就你也配称我父亲为父，简直是可笑。卓华，沈玉这孩子不是你心仪之人，怎么会如此？从前卓华总是闹着吵着说长大之后要嫁给沈玉，我才将她当作义子看待。怎奈今日，父亲，孩儿早已想开了，此人并非良配。这些年，他假借将军府之名，在外作威作福，欺压女儿，将女儿误为家奴。这种人，就算死100次也死不足惜。卓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太好了，我这女儿可终于开窍了。我从前便时刻跟她说，这沈玉并非良配，如今看来是她自己终于想开了。父亲，我心中只有你山一人，心里再无他人。卓华他心里有我。这实在是太好了！列宗保佑啊！此乃我沈家大喜，不枉费我从前一直撮合他们二人。他们说的都是真，都是沈玉在骗我们，这下完了。所以沈玉根本就不是少将军，他沈卓华才是将军之女，名门之后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沈玉，当初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死不悔改。如今，我要你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卓华，我知道你还喜欢我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离那个陆景言以后离他远远的。都是他挑唆我，是他挑唆的我才这样的。沈玉，你还给人泼脏水！沈玉，你个伪君子，你欺瞒我已久，如今你却把脏水泼在我身上！住口！卓华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悔于当初，我不该让他们去羞辱你的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卓华，此人品性恶劣，即刻将他处置，切莫与他废话。平山说的对，你品性恶劣，早该将你处置了。我被你蒙蔽双眼数10载，今日也该是你偿还的时候了。卓华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卓华，那你打算如何处置他？父亲放心，女儿自有办法。卓华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呀！沈卓华，你要害我在众人面前丢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让你好看！你放心好了，他可是便宜你了。将沈玉拖出去，游街示众1日，从此不得踏入沈府半步，沈府再无8个。来人！不要，卓华，原谅我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卓华！卓华，这沈玉与他爹终究是救过我的性命，对我沈家有恩呐。父亲放心，女儿此番并非要他性命。至于其他人，都是属下愚钝，属下也说受奸人蒙蔽，才使得小姐含冤受辱，属下罪该万死。宁副将，你曾经跟随我父亲上刀山下火海，为我朝杀敌无数，鞠躬尽瘁，罪该万死倒是不至于。况且如宁副将所言，卓华一介女流，又怎可轻易忘我？都是属下胡言乱语，得罪了小姐，还请小姐开恩呐。卓华，宁副将虽然有错，但都是受人教唆，
你就念在他曾经为父亲鞠躬尽瘁的份上，饶恕了他吧。宁副将，你虽受人蒙蔽，但擅自调兵欺压主上，不可不罚。看在你为我沈家出生入死，就罚你削去一身军功，从此不得再入军营。谢小姐宽恕，属下愧对将军。宁将军，你可要记得，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，平遥昭公主为父揽兵数万，威震关中。我们女子也并非不能戎马一生，只等在闺中以针线为伴。方才都是属下妄言，还请小姐恕罪。下去。至于其他人，卓华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，我们都是受了沈玉的挑唆，遭了小人的蒙骗啊！对啊，卓华，我们都是受人所蒙蔽，无意害你，都怪沈玉。你要杀要剐，你找他去。从前你借着沈玉的名头欺压我时，可曾会想过会有今日？卓华，我和生生都是受了沈玉的蛊惑，若不是他假冒将军之词，我们又怎会？对啊，卓华，我和爷爷都是被他所蛊惑，才会酿成今日之错。我求求你，就看在我们昔日相识的份上，饶了我们俩吧。饶了你？当初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将我发卖的时候，怎的不是今日这般态度？沈玉固然可恶，但你们二人助纣为虐，实在难以轻饶。卓华，我知道你是气不过我与沈玉亲近，可这都是他的错呀！若不是他刻意接近我，我又怎么可……够了，陆景言，你撒谎的本事还没你挑拨离间的本事高呢。卓华，我说的句句属实呀，你可切莫让我和生生受军法处置啊！沈卓华，你怕是还不知道吧？你沈府上下早就因为贪污一案被皇上下旨免皇朝政，如今你爹娘早就在皇城路上等你。是沈郎命郎中将你的孩子捂死，根本就不是什么不治之人。至于你的病，则是沈郎让青楼染病花娘的肚兜骨库灌给你的，这才使你染上花柳。沈郎说，他与你在一起的每一日，他都觉得无比恶心。陆景言，上一世你恶毒挑唆沈玉灭我全家，害我灵儿，这仇不得不报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按照军规处置，罚你们二人各自30军棍，尽宵忧，可好？30军棍，30军棍，30军棍打下去，好像要了我的命啊！周华，这军事刑具放在成年男子身上，便即刻皮开肉绽。就算是成年男子，就算是这30大棍挨下去，也会命丧于此。更何况我们2个弱女子，怎可挨这30大棍？你这是要了我们的命啊！陆景言，你装可怜，在我面前哭着求饶，这套对我可不管用。你屡屡陷害我，那桩桩件件哪一件不是有你参与？在一旁出谋划策，煽风点火。如今你私自鼓动他人调动军营众将，再算上你擅闯军营的罪行，这桩桩件件哪一件不是能将你就地处死？大人，求求你救救我！这30军棍挨下去，小女子定承受不住，命丧于此啊！大人，求2位大人怜悯小女子。陆景言，收起你的把戏，你这招在我这里可不管用。方才你们口口声声要将我处以军棍之刑，又可曾想过我是否能承受？如今这恶果由你们自己种下，便由你们自己来承受。来人，将他们2人即刻拖下去。陆景言，梁生生，这些都是你们2人的报应。你们曾经加诸于我身上的恶，
如今都只是亲子。放开我！沈卓花，好歹也是京城清贵之女，你怎敢对我动用私刑？就算我们陆家比不上你们沈家，你就不怕我们陆家对你报复吗？区陆家，父亲陆挺，充其量不过是个兵部侍郎。沈家祖上乃从龙有功之臣，世代为将，受万民敬仰。我沈家何以为惧？沈家，今天胆敢对我施行，定叫此事捅到圣上面前，定叫你们沈家好看。圣上，陆姑娘，今日之事，你和韶华孰对孰错，你可清楚？今日之事若捅到圣上那边，圣上若是彻查这事，莫不是说你陆家保你，怕是你满门性命不保。竟敢威胁我！陆姑娘，言重。威胁倒不至于。陆谨言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今日这尊贵，你是白定了。沈卓花，你竟变得如此这般厉害！从前我原以为你只是沈玉身边的一条狗，今日我是小瞧你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将他们二人即刻拖下去！今日这阳光明媚，这样好的阳光，这30军管挨下去，陆姑娘怕是以后再也不能瞧见了。不如陆姑娘就趁此机会好好欣赏吧。来人，拖下去！沈卓花，你走着瞧，我一定叫你好看。都是爹爹的不是，在外镇守多年，让你受尽委屈了。女儿不委屈，爹爹是女儿的榜样，女儿以爹爹为傲。不怪爹爹，是那沈玉品行不端，在外假借我将军府之名招摇撞骗，也有女儿的原因，不该对她纵容，气到我头上来。如今坏人都得到严惩，卓华可以安心了。不，这远远不够，他们加之在我身上的远不止这些。我要让他们如同身在地狱，永不超生。陆谨言，这就承受不住了，这才哪到哪啊！比起上一世你和沈玉对我做的事情，如今都只是凤毛麟角罢了。沈郎说，他与你在一起的每件事，他都觉得无比恶心。还不动手？是。够了，都停手吧！天道轮回，这报应虽迟但到。尹山，你会觉得我是心狠手辣之人吗？卓华，我见过你为流民散尽私财，维护军中将领，彻夜研读兵书。你若叫心狠手辣，这世间便毫无公平可言。原来从前那些事，他都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。况且，你今天伐人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当年猎场初见，明明宫都拉不满，却要偏偏逞强，去保护一只幼鹿。从前你笑我妇人之仁，如今却说我杀伐果决。尹山，我不过是想让受惩罚的人该受惩罚。你选的路，
我会陪你一起走下去，哪怕世间所有人唾弃你恶毒，我也会护在你身前，替你挡下所有刀剑。上一世是我瞎了眼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可你明明一直在等我回头。尹山，从此以后，能伤我的人唯有你。巧了，杀我的刀也早就攥在你手里了。沈卓华，你今日害我有奸示众，丢尽了脸面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爹，爹，啊！爹，你为何打我呀？你还有脸管我叫爹？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！爹，都是沈卓华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！我要他！你还有脸说？我让你去巴结好那个大小姐，你看你都干了什么混账事？人家现在都要把你我赶出将军府了，你自己找死罢了！为何要连累你爹我？你个畜生！你说我养你何用？养你何用？连个娘们都讨厌不好！够了！他沈卓华今日如此羞辱我，这口气我绝对不会咽下去。那又如何？这千金大小姐是将军府大小姐，你什么身份？一个奴才而已。爹，我可是你儿子呀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你现在去把那个大小姐给我讨好了，那答应将你我二人留在将军府，否则我再也不认你这样的儿子。就凭他沈卓华是高门贵女的身份，就可以随意践踏我了吗？我只不过是想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罢了。你的，不错。反正这一切，这将军府都是属于你的。但是现在你我父子人都快流落街头了呀！爹我更是欠了一屁股债。如今大小姐不认我了，你让我拿什么还账？爹，你别走！爹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老症犯了？你是不是没有按大夫开的方子按时吃药？滚开！你这个畜生！都是你！如今大小姐不认我了，不让大夫给我开药会诊呢？你是要害死我吗？沈卓华，竟然不让我爹按时吃药，你好狠的心！爹，我现在就去找沈卓华算账，我一定让他来找大夫给你看病。沈卓华，你现在赶紧让人去找大夫给我爹看病。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沈卓华，今日之事我还没和你算账呢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找大夫给我爹看病，否则什么？你一个丧家之犬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？况且你们父子二人已经被我逐出府，你们二人是生是死，与我沈府再无任何关系。那是我爹。卓华，是否需要立刻叫人将他赶出去？闭嘴！你个沈卓华圈养的面首，有什么资格和我讲话？沈月，你给我放尊重点！站在你面前的是我心仪之人，并非你口中的面首。况且，那是你爹，你既有本事，大可挣了钱去请大夫啊。心仪之人，沈卓华，你纠缠了我那么多年，怎么可能就会轻易放弃？如今你找了一个面首，处处陪你演戏，激怒于我，无非就是为了打压我同意娶你进门。好，我成全你，只要你现在立刻给我把这个面首赶出府。沈月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到现在还如此自信。沈卓华，我就给你这么一次机会，现在立刻找大夫给我爹看病，然后立刻把这个面首给我踢出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
你还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做事？看来是我今日在军营里说的还不够明白。从前是我瞎了眼，如今我已经清醒了。最后再告诉你一次，今生今世的丈夫只有尹山一人，而你已经出局了。好，沈周华，你别后悔。站住！既然赶你走你都不走，那便不用走的了。来人，也不需要等他们父子二人收拾东西，即刻给我滚出府！你好狠的心！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和这个奸夫好看！沈周华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着！周华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有何不可？他们父子二人毕竟救过沈伯父的性命。他父亲沈进生性好赌，早就欠了一屁股债，从前都是我父亲替他还下的。就算是曾经有过救命之恩，这些年父亲与我对他们的百般纵容，该偿还的早就还清了。如今他们落得这份下场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周华，我有件事想向你坦白。这么巧，我也有事情要与你说。尹山，该不会是要向我提亲吧？难道他已经猜到我的身份了？莫非是沈伯父已经告知他了？那你先说。好，尹山，我想，你可知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？我当然知道。你是想说，圣上已经下旨，命令龙武云出征漠北。此番凶险，父亲又年事已高，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父亲再次出征。我已经奏请圣上，肯准我带兵替父出征。你是说，你要征战沙场，领兵作战？我原以为你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反对我。叶山，连你也觉得我们女子不能戎马一生，只配在闺中与针线为伴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周华。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，平阳昭公主领兵作战，巾帼不让须眉。你既心意已决，我便一定会支持你的。你可知，第一次在演武场见你舞枪，枪碎扫过落叶时，我便知你绝非笼中金丝雀。尹山，你真好。那方才你要与我所说何事？你说要与我坦白，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？如果我现在暴露自己身份，定会对他造成负担。我还是先瞒下此事吧。这是我12岁与你初次相见时捡到的碎玉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你有时贪玩，打碎了沈伯父送给生辰礼。我都差点忘了这回事儿。当初父亲送我的生辰礼物被我砸碎了，为此我还哭了好几日。原来你早就盯上我了。自捡起那块玉佩时起，就想骗我做你媳妇？不是骗，是赌。赌你终有一日能够看见我。我这10几年来走的每一步都是朝你走的。我顾隐山在此立誓，待你平定漠北，班师回朝之际，我必以10里红妆从朱雀门一路扑到将军府，让全天下人都知道，你沈卓华是我顾隐山放在心尖上的人。沈卓华，原来这世间还有一人竟对你如此郑重相待。记住你说的话，若我归来时没见到那10里红妆，那我便把自己当作聘礼，绑在战马上，随你征战四方。此番漠北征战，这圣上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竟派了一个女子来领兵作战。郑兄莫说了，我龙武军乃是我朝第一使，竟轮得到让一女娘来做将军，传出去简直是一证万典。我听说她是沈老将军的千金，你说她好好一个名门千金，她不在闺阁之中搬弄琴棋书画，学习相夫教子，跑来我们战场做什么？郑兄，莫说了。哼，既然她不能让士兵信服，就不怕让她听到。我们龙武军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的汉子？让她一个小女子统领，这成何体统？二位将军似乎对我敌意很大，
认为我不配出现在此，更不配这龙武军将军之位。哼，一个闺阁女子如何领军作战？如何让我等信服？我们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，可不是随便来个人都能轻易统领的。将军此言差矣，行军打仗靠的不是性典，而是胆略与谋识。我虽女子，但自小研习兵法，熟读兵书，对排兵布阵、调兵遣将自有一番见解。纸上谈兵谁不会？战场上真刀真枪可不是靠书本能对得上的。沈将军在月红之战领兵数千，便可破敌数万人，得到圣上褒奖，这是纸上谈兵的本事吗？如今你二人还敢质疑沈将军，难不成你们还要质疑圣上？二位将军所言，无非是对我女子身份有所猜忌，不如就以漠北的地形与敌军的情况为基础，我们来做个推演。二位将军尽管出招，我倒要看看我这个闺阁女子能否接得住你们的挑战。哈哈哈，好，我倒想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敌军若在此设伏，你该如何应对呀？先派小股骑兵佯装败退，引敌军出谷，待他们追至河边，再令埋伏在对岸的弓箭手万箭齐发，同时派精锐部队绕至敌军后方，断其退路。若敌军是否佯装之际，反而增兵包围，你又挡路，那便将计就计，让佯装的骑兵继续后撤，吸引敌军主力深入。此时我方主力部队从两侧突袭，形成夹击之势，同时安排水军从河道入内，断截敌军补给线。这布局环环相扣，竟毫无破绽。若敌军坚守不出，以逸待劳呢？派人散布谣言，离间敌军将领，再以粮草为诱饵，引他们上钩。待敌军离开营地，便一举攻破其老巢。好，哈哈哈，沈将军谋略当真让人佩服啊！哼，这纸上谈兵啊，谁都会。你作为一个小女子，只怕只拿得起针线吧。若是真的上阵杀敌，舞刀弄枪，恐怕你会退出800里开外，逃得远远的。哈哈哈哈哈！郑副将当真这般看不起我们女子？你身上所着衣袍，皆是你口中所瞧不起的女娘一针一线所绣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男子上阵杀敌，才换来你们的安居乐业。郑将军，你只看得到男子在战场上拼杀，却忽略了女子同样拥有能保家卫国的能力。哼，武朝自马上得天下，征战沙场才换来百姓的安居乐业。你小小女子手无缚鸡之力，谈何保家卫国？郑副将言语间瞧不起我是女流之辈，不能直接征战沙场。不知郑副将敢不敢与我比试一番？哈哈哈！就凭你一个娇滴滴的千金小姐，还想与我比武？算了吧，再伤到了你，传出去说本将军欺负乱流女子。就是，沈将军，您还是乖乖的在营帐里指挥，这舞刀弄剑的事儿可不是您该干的啊！郑副将、李副将，休得无礼！沈将军既然有如此决心，你二人为何如此轻视？我意已决，莫非是郑副将不敢与我迎战？我堂堂龙武军将领，竟是如此懦弱之辈，只会耍嘴皮子欺负女娘的鼠辈。说什么？当真以为本将军不敢与你比武？我要以为看了几本兵书，耍耍嘴皮子，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既然敢说，便立下赌约，若我输了，我便即刻撤去龙武军将军之位，从此不再踏入军营半步。若你输了，便要心服口服，听从我的调遣，不得再对我女子身份有任何猜忌。哈哈哈！好，那就比，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一会儿可不要哭着求我。我们可不会因为沈老将军的缘故便放水于你。若你真输了，便即刻滚出这个军营。好。哼，素闻沈家枪名闻天下，又得皇帝御赐龙胆枪，此枪削铁如泥，可谓神兵利器。今日本将军倒要领教领教。郑副将的刀法可是军中闻名，那是杀敌无数，威震四方。我看沈小娘子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，认个错，以免待会儿出丑丢了沈老将军的脸面，到时候让人笑话可就不好了。
龙胆枪乃我沈家传世之宝，今日我徒手便可挡下你的刀。小丫头，大话不要说得太早，一会儿可是要哭鼻子了。郑将军莫要再废话了，尽管放马过来吧。沈小娘子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投降。郑副将的刀法，在军中都没有几个人能挡得住，别待会儿尿裤子啊！没想到我龙武军的将士都竟是些只会耍嘴皮子的鼠辈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吓唬人的本事倒是不少。你就这张嘴厉害，武将军发现了，你根本就不会武功，认输吧，免得伤到了自己。尽管放马过来吧，找死！郑将军，竟然还有如此强的内力！刚刚那是内力，只有武功极强的人才能施展出内力，在军中能施展出内力的，仅有沈老将军。郑副将，我本可取你性命，但今日我们只是比试，点到为止，你可服气？末将输了，愿赌服输。郑副将，愿赌服输，希望你能遵守承诺。沈将军谋略过人，武功高强，今日本将一败涂地，心服口服。沈将军，刚才我们目中无人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不和我们计较。沈将军真乃是巾帼英雄啊！有您带领我们，何愁漠北之战不胜？自今日起，为沈将军马首是瞻。马首是瞻。诸位将军，我们如今的目标是平定漠北，保家卫国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。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龙武军将军沈卓华金茂不让须眉，于鸿门之战，以数千兵力大破敌军万余，收复失地无数，为国立下赫赫战功，其忠勇可嘉，实乃我朝之栋梁。今贺下旨，晋封沈卓华为镇国将军，以彰其功。沈自山教女有方，亦有嘉奖，赏官升一级，赐宅邸一座。望尔等再接再厉，为我朝江山社稷再添荣光。钦此。臣沈自山接旨，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沈将军千金实在叫人钦佩，被封为镇国将军，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啊！谢大人，大人请。爹，华儿，父亲，女儿不负您的期望，幸不辱命。华儿，做得好，做得好啊！你不仅是我沈家的骄傲，更是爹爹的骄傲。隐山呢？怎的今日隐山没来？好你个小丫头，刚刚从军中凯旋归来，骗你是爹爹，不先想着旁人。爹爹，女儿知道您最疼我了，数月以来，女儿最记挂的便是您了。但是隐山可不是外人哦，那是女儿自己选的心上人。哦，在内院呢。隐山，卓华，隐山，卓华。隐山，我好想你，每个夜晚我都在想着归来见你。我也是，卓华，我日日盼着你平安归来，如今看到你，我悬着的心才真的放下了。你看，我的镇国将军历经沙场，显得更加英姿飒爽了。还不是为了早日归来见你，好履行某人的十里红妆之约。放心，我早已准备好了，只等你班师回朝，我便风风光光的迎你进门。这一世，我总算历尽千帆，走到你的身边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
救命！救命！够了，停手吧，停手吧。哟，谢谢。还不快走！下次要是再不还钱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爷爷，你终于肯救我了，你终于肯帮我了，是不是？沈玉，你从前竟然敢骗我！你不过就是沈府的一个下人，可沈卓华才是将军府的真千金。害我吃了多少苦，丢了多少脸面，这笔账我还没给你算呢。爷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虽然不是什么少将军，但我照样可以上战场杀敌，照样可以功成名就。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当将军夫人。就凭你，看沈卓华如今倒是立了军功，已经被皇上封为镇国将军了。不可能，沈卓华那个草包，他怎么会？你不会还被蒙在鼓里？他沈卓华从前在你面前都是装的，他如今已经被封为镇国将军，就凭你一个背着负债不敢出沈府的乞丐。爷爷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相信我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只有你啊！不过也好，曾经沈卓华那么喜欢你，不如就将你给他塞回去，让大家知道，堂堂镇国将军终究只能配一个乞丐为妇。你如今背负重债，我纵然是有偌大的本事，也只能解你的燃眉之急。他沈卓华如今回来了，或许你去求求他，若是他回心转意了，说不定还能让你重回将军府。不可能，他现在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有我在，我帮你想办法。沈卓华，新仇旧恨，这次我要一遍与你算清楚。将军，顾公子派人吩咐了，说待会儿就上门提亲。哦，好，实在是大喜呀！我总算等到这天来了。快，赶紧喊小姐过来。小的这就去叫小姐。沈老将军有什么大喜事，可否容谨言也知晓一下？你是陆家姑娘，你今日来我沈府做什么？沈伯父，虽说先前我与卓华有些许误会，可是好歹我们也是有些许情分在的。从前是谨言不对，请沈伯父谅解。哼，你害得我家卓华身陷流言，险些被你们所害，诬作乱贼。这笔账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算了。沈伯父爱女心切，自是谨言罪该万死。只是谨言今日是要了却沈将军和卓华的一桩心事。心事？所谓何事？请沈将军成全卓华，应允卓华一桩婚约。婚约？你在说些什么？我家卓华是何时与人定下婚约？你是沈玉？义父，都是孩儿不好。是你？你还有脸来见我？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辜负了卓华。请沈老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至此我一定不会再负了卓华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你早就被赶出我将军府，我将军府已经没有你这个人了。沈伯父，您不妨先听他把话说完。您常年征战在外，怕是忘了一些事情。你们俩又想做什么？你休想再害我家卓华！不知沈老将军是否还记得，你曾经为我和卓华订婚？这张红纸上还有您的签字画押呢。不过是一张红纸而已，既然能立下，便能将他撕毁。我沈府不欢迎你们二人，赶紧给我离开！卓华，你莫要动怒。沈公子他一直对你旧情难忘，哪怕是被逐出府后，仍对你日日悔恨。我怎不知你还有这般深情？
这是从前卓华央求我为他和沈玉立下的红纸，原以为这张纸已经不存于世，怎如今被他给翻出来了。当年不过是戏言，岂可作数？沈伯父，如今全城的人都知道卓华将军威名赫赫，可却不知他与沈大哥早已有白首之约。若此时悔婚，怕是会落人口实，让全城人都觉得沈家言而无信。你倒是会拿舆论做刀，不过是一张旧纸罢了，还能逼我就范？卓华姐姐说笑了，妹妹只是想成全姐姐，又怎是逼姐姐就范？沈卓华，别以为你这样就可以高我一等，就算你现在是镇国将军又如何？终究不过是得配个路边乞丐。卓华，你别怕，不过是一纸婚约罢了。你不想嫁，我沈家断不会逼着女儿去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。好你个老东西，竟敢坏我好事！我看谁敢抢我新娘！我看谁敢抢我新娘！这不是沈卓华身边那个面首吗？他怎么又在此？卓华的身边人只能是我。你个横刀夺爱的小人！是我与卓华相识在先，又有婚约在身，你休想夺走他！尹山，你来的正好，这里有人打算拿着陈年婚约逼婚呢。当年沈老将军收留沈玉，亦无文书备份，这婚约嘛，既无媒妁之言，又无三书六礼，不过是一张废纸罢了。你就是当日替卓华解围的那个人，到底是谁啊？你又来坏我好事！你明明是个无权无势的。这是太子的玄武令。哼，无知小人！这位便是当朝太子殿下，尔等还不跪下！尔等还不跪下！太子殿下，沈将军，这二人送去刑部，私闯将军府，谋刺太子，该怎么判？不用我来教吧。请太子殿下放心，老臣定将此二人绳之于法。来人，带下去！太子殿下饶命啊！带走！太子殿下！尹山，你从未告诉我你是太子，而且爹爹似乎早就知情。你们两个串通起来欺瞒我。卓华，我本无意欺瞒你，只是我自幼父皇教导我，要隐匿身份，让我游历民间，谋立心性。你我相知相识期，我就更加担心我这身份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阻碍，就一直不敢告诉你。卓华，你会因为这个生气吗？傻瓜，无论你是顾影山还是太子殿下，在我心中，你始终都是那个与我并肩作战、懂我、护我的人。卓华，我就知道，从你以后，我不会再隐瞒你任何事情。我想光明正大的站在你身边，护你一世周全。